Hello，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川哈。最近呢，就是和别人聊了一下这个日本文学哈，然后呢，就是说有哪些小说比较适合阅读啊，然后呢，就说能不能从这些小说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就是日本文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创作思路哈，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这个有一篇这个芥川龙之介的这么一个短篇小说哈。那么它的名字呢叫做 Toroko，是一个小推车一样的一个东西哈。然后呢，就这么一个，就是在日本在那个时代比较流行的这么一个工具。今天呢，主要呢是要讲一下这个小说的一个具体内容。我个人觉得呢，这篇文章哈，就 Toroko 这篇文章哈，我个人评价就已经有点接近叫做鲁迅的那个藤野先生。鲁迅的《藤野先生》就是一篇说明了整个中国文学为什么会创作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哈。鲁迅的《藤野先生》讲的是什么？就是国耻啊，就是说中国人的麻木不仁，然后呢，这个日本人看着中国人的这种麻木不仁的这么一个背景构造哈，是整个中国就是激醒我们讲整个中国民族的这个民族性，然后呢，要让他们觉醒，然后呢，不要受到这个外来文化的这个压迫呢，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创作意图。那么像这篇小推车哈，就芥川龙之介的这个小推车呢，我个人也认为呢，是在日本文学上面呢是有一个思想核心的一个介绍作用。那么这个小推车是个什么东西呢？大概呢就是说日本以前哈，就是说建了一些铁轨，然后呢这个铁轨上面呢不一定都跑火车，但是呢，它会有那些小推车，就像我们讲这个非洲有很多国家哈，中国帮他援建的这个铁路哈，这个铁路呢有，但是它没火车。那么在这个铁路上面，他们整些毛驴拖着那个小推车，反正是那个铁轨一样的那个小推车，手制的就可以。当时日本建了铁路，但是没有那么多火车，然后呢就有这种小推车，这个也叫矿车，就是以前挖矿的时候吧，就把那个车推到那个矿坑里面，然后把它运出来，就大概这样，都是人力啊，都不是什么蒸汽机啊，没有这种电力啊，所以呢，就大致就这么个东西啊。小推车这么一个，或者叫矿车这么一个短篇小说呢，实际上呢，应该说是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私小说。私小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写自己的这个小说啊。我们大致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人物呢，并不是虚构的啊，这讲的东西呢，应该呢太活生生了，所以呢，就应该是芥川龙之介他自己亲自经历的一个故事啊。大部分呢就能够解释为什么芥川龙之介他会做这个文学创作啊，它里面有很多东西呢，就从这个小说里面呢能够窥见一二，而且呢，我觉得你这个小说的这个创作思路哈，然后呢，以它里面讲的那些深刻的道理来讲的话呢，很多时候呢也能够分析日本很多的作品它到底在阐述什么，然后呢，它到底到最后想要得到一个观众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领悟。然后呢，相对你比如说去解析什么宫崎骏的这个作品啊，还有包括什么押井守啊这些，就是现在的这个动漫巨匠啊，他们内心的他们那些很多的作品呢，其实核心呢和这个矿车、小推车这个作品呢，其实是一致的啊。今天先把这个短篇小说的大致内容跟大家讲一下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说这个芥川龙之介哈，他们家里面呢，就是周围就有那个铁轨啊，就有一个建好的铁轨。然后呢，这个铁轨上面呢没有走过这个火车哈，然后呢，就是呢有的时候呢会有这些小推车啊、什么矿车啊这么走来走去的。芥川龙之介呢刚生出来的时候呢，这就有这么一个轨道哈。然后呢，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孩哈，然后他长到一定岁数之后吧，就看着这个自己住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里面，然后呢，也是一个叫做与外事隔绝嘛，然后呢，能见到的那个抬头不见低头见，就那些差不多的人，然后呢，玩的那小伙伴呢，也就那几个，然后呢，就是对这个外面的世界有非常大的一个向往。然后呢，这个铁轨啊，弯弯延延的从他们这个村子里面走过去，然后呢，就每天呢，就是对吧，看着这个铁轨呢，就在那里想，哎呀，走这个铁轨啊，然后呢，往那边怎么往那个遥远的地方走啊，是不是可以看到海呀、然后能不能看到什么大山呐、然后这个那个，就有各种各样的想象嘛。就是芥川龙之介就作为一个小孩，拿了一个这个树枝噼里啪啦在那挥，然后就天天就是在那里想，哎呀，这个坐着这个车出去之后，看到这个大千世界啊，然后该怎么开心呐、就天天就脑子里面就想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到一定年龄之后吧，大概也就是10岁多一点吧，稍微也不能算年纪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就那一天呢，就是说他们那个村里面就来了一个，就是那个运货的这么一个小车，就这个小推车哈。
那么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小推车呢，可能不是说完全人推哈，它那可能是那种就是里面有那么一个就是上下摇动，然后上下摇动之后，这样人力就可以把那个车往前走的这么一种设计。然后呢，这个车上面呢有几个矿工啊，然后呢这个矿工呢就在他们这个村子里面那边歇脚啊，然后呢歇脚的时候呢，介绍龙之介呢就觉得哎机会来了，跑到那个小车旁边哈，然后呢表现出一种很感兴趣的一个样子啊。然后呢，这个矿工一看这小孩哈，就看他那个眼里面那个样子哈，就知道哈，他就对这个车很有兴趣哈，就是说对这个山旮旯地方哈来了一点这个稍微有一点文明的这么一个就是外壳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文明的外延的一个技术性的东西哈。然后呢，你就说他就感觉到特别的有兴趣哈，所以呢，那几个矿工呢就说，哎，你对这个车挺有兴趣吧，是吧？反正我们车上面还空着嘛。然后呢，你要不然跟着我们一起出去走一走呗，对吧？就这么回事嘛。然后呢，这个金川龙之介呢，哎，一听这个事儿，哎呀，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哈。然后呢，立即就说那行，那你就带我走呗。然后他就上了车嘛。上车之后吧，就开始，哎，一开始的时候坐的可开心了，就是说那速度可是比你平时在村里面什么骑牛骑马什么这个那个，那快的多了，那吭哧吭哧这个车就往前跑。然后呢，这个旁边的那个景色哈，一点一点的变啊，然后怎么讲，这个山路啊，9曲18弯啊，咱们哔哩吧啦走。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特别的兴奋哈，然后呢，觉得可开心了。走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这个其实呢，这个介绍龙之介呢，其实有点担心哈，就是说已经离家挺远了，就是离家比较远，他就是一直来讲的话，一开始的兴奋程度哈，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种担心哈，就是到底我能不能回到家里面去。所以呢，他其实内心里面稍微有一点担忧啊，但是呢，那个时候呢，这个担忧还没有变成一个具体性的一个东西，他就有点担忧，就回不去。然后呢，他们这个车呢就到了一个小店啊，就是日本那种小小的那种，就是那种喝茶那个店啊。然后呢，里面有那些这个点心啊，然后有那个团子啊，就是团子啊，就是日本叫单钩，就是那个插了一串，然后上面三个丸子。那几个这个矿工呢，就休息的时候吃丸子嘛。然后呢，这个还给了街上龙之介一串丸子，但是呢，街上龙之介吃的时候呢，没有味道啊，他反复的去检查这个矿车，然后呢，就坐在那这样矿车旁边走来走去，他就想说，哎，你们什么时候把我送回去啊？你要不把我送回去，我该怎么回去呢？就是这个矿车，对吧？你就一直往前走，我也没看着你们有往回走的这个意愿啊。然后呢，因为是小孩嘛，当时也没有想过所谓的什么这个车，它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走到这里，他不会专门的把你送回去，他当时没有这么想，但是呢，稍微有点感觉到啊，就是有可能他们不把我送回去。然后呢，这个车呢，就是在那里休息完了之后呢，继续往前走，那么越走越远，然后呢，看着这个太阳呢也越落越低。然后呢，这个芥川龙之介呢，就担心越来越强烈，就是说我到底到时候该怎么回去？然后呢，就是已经跑了那么远了，然后呢，看着路上的景色啊，这个变化那个变化，又到了一个休息点啊。然后那个时候呢，这个太阳呢已经掉到快要下山了，但稍微有一点这个叫做晚霞，然后呢稍微有一点余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那几个矿工呢就跟他说哈，就说我们呢还得继续往下走，然后呢就是你也不用继续跟着我们了，要不然你就回去吧，就跟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芥川龙之介呢才明白啊，就自己刚才所有的担忧呢都是准确的。作为一个工作的一个车子哈，然后呢，他们有他们自己要赶的那个任务哈，他们不可能把你送回去的。当然了，你说这个矿工是不是真的就是坏心眼儿，然后一定要把他搞得那么远，然后呢不让他回去呢？其实也不是，那矿工呢也在想，我到底该什么时候跟他讲这个事儿，让他呢早点回去啊。但是呢，这矿工呢也是就是错过了时机啊，然后呢就是有点看着他那个样子吧，然后就是不知道该什么时候跟他讲，结果跟他讲的时候呢就已经很晚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就是沟通不良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芥川龙之介呢才知道，就他没办法，就是说这个车不会把他送回去。然后呢，就说他要回去的话呢，就很困难，因为已经离家很远了，就是已经跑了很远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芥川龙之介呢，就是他那几个矿工跟他说，我们就是不会把你送回去了，然后呢，到这里就停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芥川龙之介听到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开始噼里啪啦就顺着那个铁轨就往回跑。
那么那个时代呢，就是因为那个铁轨上没有火车哈，所以呢，基本上就说顺着铁轨跑呢，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也不会迷路啊。你只要顺着铁轨跑呢，就基本上就是可以跑回去啊。那么所以呢，跑着跑着呢，就看着这个太阳完全落下山，然后黑成一片，然后呢，跑着跑着呢，自己就开始哭，自己就开始很难受啊，哔哩吧啦哭啊，然后呢，跑着跑着呢，觉得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就很影响这个跑的这个速度啊，然后呢又很影响这个身上出的都是一身汗是吧？然后呢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又黏黏巴巴的，然后衣服也巴拉巴拉也一脱，然后呢身上能不要的东西呢都不要了，因为就怕回不了家。然后呢就穿了个小裤裆吧，大概就是一个开裆裤一样的那个小裤裆，日本那个小裤裆，然后基本上衣服也脱光了，然后裤子也没了，然后呢哔哩吧啦就在跑，就一直往那个家里面跑，然后呢不知道跑了多少个小时，然后呢就是哭了多少次，然后呢眼泪都差不多要流干了，然后跑，他终于在深夜的时候，然后呢跑回了家，然后终于跑回了他认识的那个村子，他妈就在门口等他，然后呢也是没睡觉，然后呢啪一下他就哔哩吧啦哭的那个满脸都是泪哭的不行，然后全身都是赤裸的，就基本就有一条开裆裤，大概就这感觉。扑到他母亲怀里之后呢，那个眼泪更加止不住啊，从头到尾的哭，然后呢哭的就是声嘶力竭，然后呢他妈也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然后就只能不停的安慰他，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当年他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坐着这个小推车，然后哔哩吧啦走了特别的远，然后呢离家不知道有多远，然后跑了几个小时啊，跑了几个钟头，可能跑回家，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可能深夜2、3点钟，就这么一件事情，就那种绝望感，在黑暗当中的那种，就是不知道跑到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终点，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无助的感觉当中，然后呢对整个社会。对这些矿工的这些行为，然后包括他人生当中经历的很多事情，一直在脑子里面走马灯一样的在转，然后呢，就是一边哭一边跑，然后一边把衣服都脱了，然后最后呢，回到他那个地方，然后抱着他妈就抱头痛哭。文章的最后就这么写，就是他因为有了这么一个经历啊，就是说以后呢，他凡是这个在写小说的时候哈，然后呢，凡是就是有点写不下去了，然后呢，有点想放弃的时候呢，他就会想起。当年就是在这个铁轨上跑回家的这么一段故事哈，然后呢想起这件事之后呢，就能给自己一个动力哈，然后呢继续把这个文学的创作呢继续写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基本上芥川龙之介的这篇推车哈，就是这个小推车，然后呢或者说叫矿车的这么一个大致的内容哈。就它这个构造呢，其实和藤野先生呢就比较像。你像藤野先生的话，这不就是说嘛，比如说这个鲁迅。每当他写东西写不下来的时候，他就会想起那个藤野先生帮他改的那个作业，然后呢点起一支烟，然后呢对吧继续写下去。因为有这么一件事情呢，就他需要呢更加的努力的去做文学创作。其实呢这个故事呢你仔细去想啊，它和日本的文学就特别像。你像日本的文学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基本上呢他们不写有什么坏人啊，就是说对于日本文学来讲的话呢。它不像中国的这个文学，它有一个赏善罚恶，然后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叫善恶二元论啊。但是呢，在芥川龙之介写的这个小推车里面呢，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呢，日本人在写文学的时候呢，他不喜欢写坏蛋，那些矿工坏不坏？就是说这个事情造成这种悲剧，然后让一个小孩拼了命的跑了几个小时跑回家，然后呢哭得噼里啪啦，然后抱着母亲在那声嘶力竭。你说问题在哪里？是那些矿工他邪恶吗？是因为他们坏吗？哎，你发现这个并不是这样，就所以说这种小说呢，中国写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写那种没有任何人有坏，但是呢最后是个悲剧的这种小说，在中国文学是很难创作出来的。就说我们讲这个徐子东也讲过，这个所谓的这个悲剧要写得好，它有几点啊，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悲剧呢，它里面是一定要有个坏人。好的悲剧呢，一般来讲呢，里面都没有坏人。你像这个故事里面，它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日本的很多的悲剧啊，它其实都是一个小小的恶意的一个累积，累积到最后呢，就形成了一个悲剧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做《生之行》。这个《生之行》呢，也是日本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动漫啊。然后呢，这个电影呢也是非常的好看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你要说这个集团霸凌呢，
这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坏蛋，或者说有一个典型的，就是说你很讨厌，然后你很恨的一个人吧，它里面还真没有。但是呢，它还产生了集团霸凌。所以呢，大部分的日本的这个文学作品呢，都是这么写的：集团化的恶意呢，它不代表当中有一个人呢特别的邪恶，但是呢，这个集团化的恶意呢，它就是会对某一个个人形成一个灾难性的一个结局。社会这个东西啊，它是可以把你的恶意进行增幅的。所以呢，就是说日本的文学啊，基本上来讲就是以这两个作为核心。第一个呢，就是你的恶意啊，有很多人一起聚集之后呢，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恶意。第二个呢，就是说你一个小小的恶意啊，在我们现在这个叫做工具社会，然后在这个能够随意增幅你的这个恶意的这么一个道具特别多的这个时代，你一开始的一个小小的恶意啊，到最后呢，也会形成一个对人进行一个这彻底性毁灭的这么一个恶意。技术进步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冲突和恶意减少了吗？其实并没有减少。在一个更先进的时代的话呢，你反而要更加注意这个东西。就是说，对于日本文学来讲啊，就是不是说你的这个科技越先进，然后呢，你这个民主程度越高啊。你说句实在话，就集团这个民主就是一个集团恶意嘛呀。你把民主说的那么善良，那么美好，然后这个那个，你就忽略了民主它这种，对吗？它这种集团的恶意，然后呢，还有包括就是工具理性带来的恶意，这两个东西呢是日本文学一直在反思的啊。就这个小推车这个作品里面，当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然后呢，你剩下的只有绝望，你不往前跑，你就会，对吧？被这个恶欲完全吞噬的情况之下，你看芥川龙之介他干了个什么事情？对吧？他就是跑啊跑啊，然后呢，把这个衣服都脱光了，除了恨和怨还要哭，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展现出来之后呢，这个呢才叫真正的文学。芥川龙之介告诉我们，日本文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创作原理，就是说，在工具理性外加这个集团暴力的这个压迫之下，人到最后呢，剥去自己所有的社会伪装。剥去这个现代社会所给予你所有的机械枷锁，然后呢，回归赤裸裸、回归赤果果的一条汉子，这个是日本文学最想做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说为什么日本的很多文学你会觉得它很变态？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兽性的本能。你要明白人为什么会善，人为什么不变态？第一个呢是因为受到了这个集团的约束，就是周围有集团的人看着你，还有就是机械理性啊，就是说这个有很多什么摄像头啊，什么监视器啊，然后这个那个，然后呢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工具啊，它本身束缚着你啊。我回归那个变态的，然后贪婪的，然后呢我不顾及别人的，我无视法律的，然后我无视什么机械社会的，我无视文明社会，无视文明，无视法律，无视集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最像我自己的回归兽性。那个时代啊，就是芥川龙之介他们那个时代啊，正是叫做日本的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啊，就是它明治时代，然后呢，就是刚好进入这个叫做西方文明社会，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有了最初期的一批叫做都市化的一个现象啊，就是说很多的这些人呢，就从这个农村里面去到东京、去到京都这些大城市，然后呢，就在那个大城市里面生活，然后呢。那个时候也没有环保的概念，对吧？他那一搞工业的话呢，这个空气也特别的不好。然后呢，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卫生条件呢也不像今天这样。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多的懂这个现代医学的医生。然后这些东西呢，全部夹杂在一起啊。就你突然之间呢，把那个住在农村的土著哈，大家都集中到城市里面去的话呢，它自然会产生比较多的传染病。所以呢，你说得结核病呐，或者得各种各样的病呐，然后这个那个的传染呢，然后呢，最后呢活不长这个事情呢，其实并不仅仅是发生在文豪身上，对吧？他不是说文豪他活不长，而是说他当时的这种都市化的过程当中，去到城市里面这么一帮人当中，有很多都英年早逝。现代化社会，还有包括就是这个集团生活的这么一些巨大的这个限制和这个影响之下呢。他就会去反思我们现在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芥川龙之介到最后呢，就告诉你，日本的文学就应该这么写，就应该把兽性的这种东西呢放在最前面，把这个工业理性和这个叫做集团思维的这么一些
残酷的地方呢展现给读者面前。你可以去参考很多日本的文学作品它其实都有这么一方面的这个隐含的这个批判那种完全相信工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批判那种叫做集团性思维。你就说为什么日本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学它有很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就是中国大部分的文学呢，它还是就是说以这个让自己民族觉醒，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告诉你，就是我们觉醒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就中国的这个文学呢，相对来讲呢，还是左派文学比较多一点就是他们对工具理性和就是说这个社会进步这个东西呢，他们不敢批判，他们不敢说，就是说在工具进化之后呢，这个恶意呢也会成倍增长。就到现在为止，我读了这么多的日本的文学当中呢，其实你要评第一位的话呢，我还是觉得这个小推车呢应该可以评上第一位，至少都是并列第一。最后呢，就是读一下网友的评论，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就结束哈。